你最喜欢用的电商是 Momo、虾皮还是淘宝呢？这阵子国内外很多大集团都开始砸重金投资电商，台湾又要掀起了一波电商大战，对消费者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台湾第3次电商大战吧。嗨吼，大家好，我是志祺。最近台湾电商产业可以说是风起云涌哦，像是统一集团10月宣布出资20亿入股 PC Home， 变成了持有 30% 股权的最大法人股东。另外还有之前几次被财阀撤资的这个淘宝台湾，今年双11档期也大手笔的砸下20亿台币，在台湾推出史上最大规模的行销活动，号称呢要再一次的抢下台湾电商市场。这种种大手笔大动作的新闻呢，让很多分析都认为说台湾第3次电商大战正式开打。今天我们就要一起来看看这一次的台湾电商大战到底发生什么事？台湾目前有哪些主要的电商玩家？为什么台湾这个市场会吸引那么多的国内外巨头呢？不过在开始今天讨论之前，让我们进到工商服务时间。你是否有产品或平台上线之后，但不知道该怎么样让潜在用户产生兴趣呢？讲太多功能，怕用户没有耐心；讲太少，又怕没有特色。这个时候，你需要的是一支能够把复杂资讯说清楚的动画。子君设计的专长呢，就是把复杂难懂的资讯变得一目了然，让你的用户一看就懂，一听就想用。子君设计拥有将近10年的制作经验，从企划到制作，专业高效率，帮你洞察市场，找到用户痛点，并透过创意展现你的关键品牌价值。不仅风格多元，画面流畅，还能够结合实拍。只要有产品、平台或是服务展示的制作需求，都欢迎来信洽询哦。这一轮台湾电商大战的故事呢，大约可以从疫情前后开始说起。在疫情爆发之前台湾电商平台的御三家呢是 PC Home、虾皮还有 Momo。PC Home 是台湾第一家上市的本土电商，早在2000年呢就推出了线上购物平台。当时面对来自国外的电商巨头 eBay 还有雅虎奇摩的竞争PC Home 先是靠着贩售 3C 产品稳住脚步，然后在2007年的时候破天荒推出24小时快速到货服务。当时上网买东西可以这么快收到，简直是革命性的体验。这个创举很快的就让 PC Home 站稳了脚步，变成台湾电商的领头羊。而在 PC Home 之外呢，另外一个主要的玩家是富邦集团的 Momo 购物网。比较资深的观众可能知道Momo 购物台呢本来是做电视购物起家的。2005年的时候，他们转移到线上平台，靠着过去在电视购物上面的带货经验，成功的打入了女性还有日常消费品的市场。加上他们很早呢就看到了物流系统的重要性，大量投资在仓储还有这个配送系统，很快的就抢占了 B2C 的市场。到了2018年 ，Momo 营收呢是超车了当时的龙头 PC Home， 到现在一直都还是台湾营收市占排名第1的平台。而除了本土的电商，另外一个最主要的国外竞争者，当然就是新加坡的虾皮。2015年，虾皮进入台湾市场，开始大打补贴战，各种免运券还有折扣券狂发，加上一开始呢就瞄准了使用手机的年轻客群，很快就成为台湾人最常用的电商平台之一。就这样子呢，从 PC Home 一家独大到 Momo 的崛起，再到虾皮强势进入，台湾的电商市场逐渐形成了3足鼎立的局面。但是到了疫情之后，这个竞争的激烈程度又再次的白热化。2019年底开始的 COVID-19 疫情对全球零售还有电商产业都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当大家都没有办法出门，线上购物的需求快速的飙升，电商平台也进入了史无前例的高压状态。当时受伤最重的可以说是 PC Home， 面对突如其来的高需求， PC Home 物流大崩溃，本来引以为傲的24小时快速到货，甚至被人嘲笑说是240小时到货。不少分析认为主要原因呢是因为 PC Home 的物流系统是用集中式仓储，不管你是从哪里买东西所有的商品几乎都从桃园的大统仓统一出货。这种做法的好处是操作流程简单，但是在疫情期间订单量突然暴增的时候，这样子的集中模式反而成为了瓶颈。比如说你从南部跟南部的厂商买东西呢还是要先运到北部再送回来，物流的压力呢集中在少数的几个仓储点，就更容易卡关。而这个问题也不是只有 PC Home 遇到，像虾皮的物流系统主要仰赖第三方物流，但是呢，在疫情的期间，面对激增的这个订单量这种模式呢也显得力不从心，而这些流失的份额很大程度都流向了 Momo。为什么呢？因为 Momo 在2017年的时候就开始建立分散式的卫星仓储系统。简单来说，就是在全台各地呢都有分散的仓库，再运用大数据去调整每个仓库要放的这个货物还有数量。比
比如说呢，你常买的这个热门商品会提前呢被送到离你最近的这个卫星仓，一下单就可以快速出货。那如果卫星仓缺货，主仓呢也会迅速的候补。那当然，这种做法的缺点呢，就是成本非常的高。但是在疫情期间这个策略就正好发挥了很大的效果。即便呢物流的压力极大的情况之下，他们还是能够动态的调整货物的流向，让订单尽快的到达消费者的手中。那以结果来看，Momo 在疫情的2021年年营收增长了 31.6%， 市占率呢也成长到了 31%， 两个都创下了新高。相比之下，另外一个龙头 PC Home 呢，2021年的营收呢，虽然较前年成长了 11%， 也是很亮眼的成绩，但是营收486亿元呢，只有 Momo 的一半左右，而且市占率还持续的下滑。2021年呢还有 17%， 到了2023年只剩下 9.3%。那虽然这些巨头之间的竞争有输有赢但其实疫情的爆发对于整个电商市场都带来很巨大的红利，而且影响在疫情之后持续的扩大。疫情对于电商市场最大的影响呢，是它改变了大家的消费习惯。2020年的时候，台湾电商渗透率第一次突破双位数，达到 11.1%， 到了2021年来到 13.5%， 比疫情前的2019年多了 5%， 营收增加了2201亿。而且呢，从2021年开始台湾电商的规模也已经超过了百货公司跟超商，成为了最大的综合商品零售通路。那即便呢是在这个疫情结束后需求回落，消费者对于电商的接受度也已经大幅的提升。像是到了2023年，台湾的网络销售额呢已经达到6364亿元，渗透率也回到了 13.5%。因此大家都乐观的预期说，这个渗透率只会持续的增加。因此，除了传统的实体店家开始积极的转移到线上，去经营官网社群卖场，原本的大电商跟集团呢，也在疫情之后加大投资力道，去提升竞争力。而最经典的例子呢，是已经手握最大超商通路的统一集团，先是宣布呢要跟雅虎合开新的电商公司，后来又宣布投资 PC Home 20亿，希望能够联手吃下台湾电商大饼。而且不只是台湾本土越来越多的国外跨境电商也对台湾的电商市场虎视眈眈。为什么今年好像有越来越多的大电商想要进来台湾呢？原因之一是跟很多的国家比起来呢，台湾的电商渗透率其实还很低。像韩国，他们的电商渗透率呢已经达到 35.8%， 在中国电商的渗透率呢已经达到 27.6%， 都是台湾的2倍以上。这表示说呢，这些市场已经很成熟当地的电商巨头要成长已经很不容易。但是对他们而言，台湾就是一个还没有完全开发的新蓝海，市场规模不算太小，渗透率呢又很低，因此只要用相对小的成本就可以得到很大的潜在报酬。所以这几年呢，越来越多的国外跨境电商也摩拳擦掌，想要攻下台湾，而其中最有名的应该就是酷澎跟淘宝。酷澎呢是韩国电商巨头，有韩国版亚马逊之称，在韩国的时候呢，就以当天快速到货的惊人物流服务火箭速配闻名。2021年，酷澎宣布正式进入台湾，除了大量补贴之外，同样复制在韩国的策略，主打隔日到货服务火箭速配，还有美韩商品1周到货的火箭跨境，快速的抢攻台湾市场。那虽然酷澎呢并没有揭露他们在台湾的营收数字，但靠着母公司的财力，他们在台湾的投资毫不手软。截至2023年为止呢，酷澎呢在台湾的总投资额已经达到新台币85.3亿元，现在也计划在台湾建设第3个物流中心。PC Home 的张宏志表示，酷澎目前的手法完全不考虑赚钱，端出来的商品价格就连商品本身的供应商自己都做不到。因此呢，不管是对于 PC Home Momo 还是一般的实体通路，都造成了很大的威胁。好，那说完酷澎另外一个熟悉的玩家呢，是来自于中国的淘宝。其实早在2008年，淘宝就曾经尝试进入台湾市场，但期间呢有好几次都因为中资背景的原因遭到了撤资，而消费者呢只能够用跨境的方式购买。那因为物流支付等等手续比较麻烦所以在过去呢，淘宝一直都不算是一个非常普及的平台。但即便是这个样子淘宝靠着价格的优势，一直都吸引到不少台湾人去购物。还有虾皮上面呢有很多搬运或者贴牌淘宝货的事情，这也早就不是秘密了。那在今年双11淘宝看准了这些需求，宣布要再次的重大回归。光是双11档期，他们就砸下了20亿元的行销预算，用来补贴免运新客折扣，还有捷运、公车广告等等的行销活动。那这个对比20亿这个金额呢，跟这一次统一集团入股 PC Home 的金额差不多，但对于淘宝来说呢，只是一个行销档期的预算而已。另外，关于物流的问题呢，淘宝也选择跟台湾的本地物流公司合作，让配送时间大幅的缩短，同时也串接了台湾的金流，减低台湾消费者到淘宝消费的门槛。那以成果来看，淘宝台湾在2024年的这个双11活动期间，新客增幅的成长超过了3倍，单日的销售也创下了历史新高。台湾负责人还表示，这显示淘宝的策略成功，未来会持续的投注在这个市场当中。
那随着国内外电商巨头持续的加码投入，台湾的电商竞争只会更加的激烈，未来会如何发展，目前还充满着不确定性。本期的节目内容呢，我们要特别感谢美好证券团队提供咨询哦。如果你对于产业分析或是财经金融知识感兴趣，也很欢迎你去查看他们的频道哦。好，那话说回来这次跟美好的专家讨论发现，目前台湾的电商大战呢还在瞬息万变的阶段，像 Momo 还是目前台湾电商龙头，但是今年面对各方的压力，营收也在下滑，未来会如何发展还很难说。不过因为电商平台主要竞争领域还是3大块，如何更有效的控制成本，提供更多元的产品，以及提升服务品质，这3点呢短期内看起来都很难有太大变化。因此专家预期应该很难有一家能够完全的吃下另外一家，未来的发展很可能是多家持续竞争的状态。也可以想象的是，当电商大战越来越激烈，未来线上跟线下的消费体验应该会差距越来越小。等于说在线上买东西的价格跟速度可能跟你出门去实体商店买东西的时间差不多。再加上现在各家电商呢都常常会有各种的补贴折扣，相信电商呢跟传统这个实体店面应该冲击最大。尤其像淘宝这类的境外电商，还涉及到中资跟隐私安全等等的因素，涉及到这个议题呢就更加的复杂。但是对于我们一般消费者来说，电商大战越激烈，那价格跟服务可能就会更有吸引力。所以未来政府呢跟主管机关要怎么样拿捏这方面的平衡，也会影响到整个局势的变化，是电商大战未来值得观察的重点之一。不过这也只是我们自己的看法，最后还是要来问大家，你觉得这场大战谁会是最终赢家呢？Momo 应该会持续的坐稳宝座，大者恒大。毕竟我觉得 PC Home 在统一入股之后呢，结合超商的优势，应该会重返荣耀。所以我觉得虾皮的低价策略才最符合大家的需求，最后的赢家是它。第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台湾电商大战的讨论。此外呢，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虾皮以及酷澎争议的讨论。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